湘蓉，刚刚不管介大使或赖老师都提到，韩国现在呢，到底谁就尹锡悦下不下台，其实是在美国的一念之间。那美国要考量的事情非常的多，他要考虑说，我到底保不保得住尹锡悦？如果我保不住尹锡悦，那么韩国现在选总统的话，那会不会是李在明上台？那他还有没有办法扶持第二个尹锡悦？这恐怕都是他考量的范围。你如何看？对 Kurt Campbell 的讲话，我们听一听就好了。Kurt Campbell 是印太撒谎，就是美国在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是他负责的。当你被封为一个印太撒谎，你要负责美国的印太战略的总体的设计、规划、平衡。但最后呢，竟然还在韩国就这样标普说，在 AA 等级的国家会发生这种戒严的荒谬事情是非常罕见。换句话说，不管是在金融面，或者是说在政治面，韩国这个事件对一个印太撒谎说我不知道，这个是讲不过去的。那个呢，那个是他的责任的范围。换句话说，他要不然就是失职，要不然就是说谎。不太可能。好，那尹锡悦呢？现在的情况，从他昨天晚上说要讲话，最后没有讲话，显然就是内部是谈不定的，因为没有办法确定，就是说到底尹锡悦的下一步要怎么安排。他现在遭遇到的困境就是众叛亲离，在野党不用讲，那执政当局他办公室的人都快走光了，我估计他连写新闻稿大概都没有人帮忙。他的党内的同志，现在每个人呢都是要自己要保命，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首尔就开始进到大动荡，所有的群众都会上街，会声援呢所有的在野党，会包围总统府，对，然后呢会去声援国会，再加上呢主要的工会。韩国的工会一旦宣布无限期罢工，那就是天大地大的事。所以从今天开始，周末的大动员，你已经可以看得到，没有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能够承受那种民意的压力，因为当你要决定要不要弹劾投票的时候，是记名投票。没有人可以逃得过舆论的审判。秘密投票。对，到今天的舆论呢，当今天舆论是70%几都已经公开的要尹锡悦下台，已经不是执政在野的问题。在野党固然没有压力，执政党的议员的压力会大得不得了。所以呢，108个他不会是梁山伯好汉，他一定就只是要等着看看谁要呢先做表态，那就是一个政治谈判的过程。那现在的尹锡悦，因为他营造了一个韩国民主失败，理论上面来讲，他作为一个当权者，没有所谓的政变的问题。可是为什么会大家把它当作是个政变？他是当权派啊，怎么会是政变呢？可大家把它当作是一个政变，就是韩国遭遇到他的民主失败。让这个世界对于民主2个字更没有信心。从美国，从拜登，从西方国家呢，所有的这几年的选举，都是架构在一个呢民主市场已经失灵，已经失败，不足以因应国家危机，因此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的政治举动都会出现。尹锡悦会在这种的情况之下。20%不到的支持度，妄想呢去召唤军队来巩固他本身的政权，本来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连军队都不支持他，舆论媒体都不支持他，在韩国的国内这3天的时间，没有发出任何支持尹锡悦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民进党的小编非常的珍贵，他是全世界唯一尹锡悦的唯一的知音。你不要讲民进党的小编，其实民进党的侧翼这样的人很多OK， 对，当天晚上发言的人很多这就是重要。这我说在民进党里面，我们今天担心的是民进党里面在意外的因为尹锡悦而调出了一群民进党里面的民主之贼。如果不是尹锡悦的这个失败的戒严，我们还不知道民进党里面躲着这么多好想戒严的人。我好想要戒严，我好想赢韩国，就是那种呢，韩国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那种好想赢韩国的感觉，在民进党里面竟然这么的猛烈。
这个小编今天固然大家都在怀疑说，会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那个？没有人敢出来承认原因呢，其实也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尹锡悦没有成功。我们倒过来想，尹锡悦今天如果成功了，我告诉你会争先恐后，每个人说是我。那个呢？那篇文呢是我发的，你就发现，然后就不断去比较台湾跟韩国有多像。对，我告诉你，今天呢，小编呢之所以没有人出来认领了那篇的贴文，无非就是尹锡悦今天突然成了过街老鼠。你确定是小编吗？当然不会是小编啦，写那种文的怎么可能？对，就是呢，我们说小编也太高估了小编了。那个小编呢，只是一个匿名，但是当天晚上谁当班，谁今天呢是党团呢轮值的，谁发了那篇文，那个躲不掉的。我基本上你看这些呢，周末的时间，下个星期二的这些呢八卦杂志，我估计八卦杂志下个礼拜二，如果你不能够说呢那篇文是谁写的，台湾的这些的八卦杂志可以停刊了，真的都可以。如果他找不出来写这篇文章的人的话，那这些八卦杂志也只是侧翼而已。你真的就可以停刊了，好吧？那现在尹锡悦，我的想法就是说，现在是在一个首尔一个大谈判的过程。就是怎么样尽快的把局面稳下来。这个大谈判的过程，尹锡悦现在呢，在也执政党一定想办法跟他切割，因为跟着尹锡悦大家都死路一条，所以每个人都想跳船。那你最好在跳船之前呢，把尹锡悦安排好。尹锡悦，我主观上认为，当尹锡悦的最核心的考量是要保护他老婆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能够给他老婆做出一个安全的安排，而不会让他老婆在下台了之后可能会被清算、会坐牢，让他呢娇妻呢去坐牢。你想看尹锡悦如何去想象，他既失去了总统的职位，而他的娇妻去坐牢，所以能够让他娇妻不坐牢。是在让他呢能够离开总统职位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交换。我认为两个人很有可能成为韩国史上面已经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的流亡领导人。所以今天呢，美国的关键呢就是决定韩国的政局要怎么走。然后在拜登1月20号卸任之前的时候，让韩国局面不至于搞得太糟糕。尹锡悦是很重要的。我们之前讲过，尹锡悦上台前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文在寅最后一次去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跟拜登距离10公尺，拜登看都不看他一眼，视而不见。他就在他的场面，尹锡悦都希望呢，你把你的关爱的眼神看我一下好吗？没有文在寅，那时候是文在寅。我文在寅就说，你可以把你关爱眼神看我一下，我千里迢迢到纽约来，美国总统就在我旁边而已，我们关系有这么糟吗？可是当时的拜登看都不看他一眼，不跟他有任何讲话的机会。但是讲到文在寅那个讲到有喜滋滋的样子，尹锡悦 Kurt Campbell 说。诺贝尔文学奖没有什么，我们的这个呢，这个尹锡悦是可以夺诺贝尔和平奖的。对呀、啊，你有没有听到呢？听到布林肯现在大家当然都不理他。布林肯曾经讲过说，我文在寅啊，这个的尹锡悦呢是美国外交的 miracle。就是怎么可能会这么的成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东北亚，然后独排众议，那跟北韩翻脸，跟中国翻脸，跟日本靠得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我认为今天的尹锡悦呢，最后最有可能就是他不只可以去美国唱 American Pie， 而且以后可以吃 American Pie。好，所以有2件事情，我请很快的问一下3位的看法。第一，你们觉得美国会保护尹锡悦到底吗？第二，如果尹锡悦下台，然后流亡到美国，那韩国内部的反美情绪会有多高啊？很快的。我觉得韩国社会是两极的啦，它一直有保守派跟进步派嘛，有一大群人亲美还亲日啦，啊，你不要以为韩国人都反美反日啊，所以这个比例稍微调整一下啦，对美国的态度啊。可是我觉得美国会保尹锡悦到底，不会让他死得太难看。但是这不就会刺激了反美情绪吗？反美情绪可以改变的，对。好，赖老师，我觉得尹锡悦下台的几率很大了，因为这2天就可以知道了啊。我觉得弹劾案应该会通过，接着大法官的审查也一定会通过啊，那么他就下台了。那接着就韩国，你觉得是美国
放弃他，还是美国也保护不了他？美国不敢保护了，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民主党一定有算到，川普是更加的疯狂。如果他们因为川普未来可以看到所有的档案，我再强调，川普可以看到所有的档案，一定啊。如果国务院有保这个尹锡悦的话，那这个档案留着，川普可以扣在手中作为尚方宝剑。等到他的国会输了以后啊，那他要宣布戒严的时候，他就说美国当时民主党就是支持韩国戒严。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没有什么错。所以我个人认为，对民主党来讲，他一定是保护自己的，免得他以后他们都被抓去关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您觉得尹锡悦有没有可能流亡到海外？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韩国人也不会让他走。这笔账韩国人一定要跟他算，他太太的账也要算。我们看到在过去的韩国的卸任的总统，基本上来讲逃不出去的。所以你觉得尹锡悦就算这个时候辞职了，然后美国保护他，但是他也离不开韩国？我觉得他离不开韩国，他如果离开韩国的话，那基本上来讲，韩国反美的情绪会一下子就冒燃起来了。那美国在这4年内所投下去的心血，好不容易培养一个能够亲美，然后哈日哈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在韩国你要哈日哈成这样子没有底线的，真的，这种领导人很少见的。就是美国那个民主党不知道从哪边掉下来一颗可以这么哈日的一个韩国总统，这个很罕见的，又不是台湾，又不是民进党。湘蓉，所以你是认为说美国会保护尹锡悦到底，但是尹锡悦是没办法留在总统这个位置上，只是可以保护他流亡而已。因为美国起码做到一件事情，他要让像尹锡悦这种极端的亲美派，在韩国国内是安心的。如果我尹锡悦亲美，亲到这种的地步，结果是死无葬身之地。这个对美国将来接下来就要控制韩国会非常的麻烦。这固然是就是亲美反美的这两种的情绪之间的调和。可是老实讲，我认为韩国的国内不可能出现根本和美国决裂的力量。28500名的驻韩美军就在首尔的龙山基地的旁边，那又不是假的。换句话说，今天所以你觉得虽然会刺激反美情绪，但是美国觉得它可控制。就无论如何，因为尹锡悦已经把它变成是一个亲美力量的 symbol， 这个是他的一个独特的位置。我们刚刚讲 Kirk Campbell 或者 Blinken 的那个讲话，把他已经捧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这个人如果最后呢，美国对他呢弃之不顾，就任由呢他接受呢韩国国内的政治屠宰场的一个处理，以后谁还敢亲美？亲美的风险呢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可以先关注，因为今天明天呢要投票，明天呢同时24小时之后，就是我这2天很关注的韩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韩江。但他说他不去领奖了。对，但是他会有一个演讲。他会有一个演讲。现在因为这个是诺贝尔文学奖一定会有的彩排的仪式，我觉得整个韩国正在一个对于光州事件的情绪上面的复盘，在历史归档的过程。他同时在经济上面遭遇到很大的困境，甚至于其实反美的情绪隐然的跟了半导体呢是有关的。就是韩国现在几乎没有让他开心的事，连棒球都输给中华台北这件事情我在当时就在注意，对韩国影响一定很大。韩国真的没有离开台北，在台北就输了，他还想要到东京呢去打日本，所以你看没有一件他快乐的事情。最近那个申遗啊，就是申请那个对春节有关于春节也没有了，他也输了。对，这当然是出国的啊，挫折感多重啊，所以呢一定会找到一个出气口的。好，那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有点2比2，我们共同都觉得美国没有办法撑住尹锡悦不下台，尹锡悦下台是注定的事情啊。那但是呢，他能不能够流亡到美国？我觉得介大使跟唐湘蓉认为他可以流亡到美国，那我跟赖老师认为他没办法。我觉得美国现实的不得了，他不敢收容尹锡悦，因为真的导致韩国的反美情绪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他就算想要扶植韩东勋都不会成功。那么李在明跟韩东勋还很难说哦，因为这到最后他们的选举不一定是李在明一定赢。我觉得美国是有可能去压住韩东勋，还是有机会的，这是我的判断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4票都认为这个尹锡悦非下台不可。然后，但是流亡不流亡这件事情2-2，好，大家可以来参考。我稍微修正一下，我想介老师想法跟我一样，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他一定会流亡，而是必须要给他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安全的承诺。尤其他跟他太太，现在民主党的承诺能算话吗？他跟他太太两个人接下去的安排，我认为尹锡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太太如果会接受司法的追杀跟审判去坐牢，那个对他来讲就是彻底的失败。好，但我一直认为尹锡悦只是保护自己，不是为了保护他太太。你真的认为他太太做这些事情不是秉承他的意思吗？好，这一点哈，我是一点都不相信男人的。对，好来，Bravo K001，谢谢你的抖内，然后 Lee Lockman， 谢谢你的抖内，赖建成，谢谢你的抖内啊。然后这个 XZY 他说，可是现在如果保护尹锡悦，韩国的反美也只是民主党去收拾，不是吗？也是啦哈。那 Sek Me 他说，尹锡悦可以亲美亲日，却一直用别人亲北韩来随便抓人。然后这边是 John Jowitt， 他说，民进党一旦戒严，我们的国会能应对吗？他只想知道这一个。你们有谁要回答这一题？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没有把握。我觉得，因为民进党已经跟他刚刚创党的时候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了。OK， 我觉得现在的民进党的人可能更喜欢戒严吧。所以你觉得国会无法应对？因为你看赖清德当民进党的主席，如果不处理这个戒严的这篇论文，这篇文章，那就代表他的态度了。他不是听他讲话，而是看他怎么处理。但我觉得韩国的国会在前面示范给台湾的国会看了哈。但第二个部分，我也对我们的军方有信心。我不认为他们会支持戒严。是这样子了哈，因为征兵制的，而且都是基层，我觉得主要是基层的军人。一般来讲，如果是征兵制啊，要发动戒严比较难。以现代的环境来说，因为妈妈打电话叫他回家就回家了，但是募兵制就很难说。因为募兵制是养的。所以他会有个人。老师不要对我们募兵制的兵太有信心，我认识很多。好，来，我们回到这当然希望不要再发生了，不要发生，因为对发生的话对台湾冲击太大了。好，不过我们其实你知道最大的冲击是台湾内部的不安定，其实是中国大陆出兵的理由，这才是重要的。好。